叶晨的话让刘家辉表情一凛，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言论。如果换做其他人来说这番话，他一定嗤之以鼻，觉得对方不过就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标榜。在娱乐行业十分发达的港岛，哪个男人有了钱以后不想混进娱乐圈，跟异性明星来点绯闻，甚至把明星娶回家里的也不在少数。但叶晨却觉得与娱乐圈有关对他来说是一种丢人的事情，这明显与现实不符。可是刘家辉仔细想想，立刻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，那就是在港岛，真正喜欢跟明星搅和在一起的往往都是富二代，而真正白手起家的富一代大都不把娱乐圈放在眼里。甚至在港岛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儿子疯狂追求娱乐圈大明星，甚至一度想把大明星娶回家做老婆，但是家里的一家之主却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将明星拒之门外。甚至有的明星给富二代生了几个孩子，可最终也没能最终嫁入豪门。究其原因，就是那些白手起家的富一代，能力、魄力、见识以及自我定位都比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富二代强出太多，跟富二代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上。富二代迷恋的大明星，在富一代眼里根本就登不得大雅之堂，更别说娶回家做儿媳妇了。通过刚才叶晨的那番话，也可以看得出，叶晨的段位也要比富二代强出太多。富二代人人喜欢的娱乐圈，在叶晨眼里根本上不得什么台面。想通了这些，他便有些面红耳赤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您说得对，真正的成功人士确实不该跟娱乐圈走得太近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差点忘了，刘先生当年跟娱乐圈也有不少交集，我刚才只是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，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。刘家辉尴尬地笑了笑，连忙转移话题道：叶先生，咱们还是聊一聊合作的事吧。叶晨看了看时间，笑道：快中午了，要不就等吃过午饭再聊吧，你看如何？没问题，刘家辉忙道，那就等吃过午饭之后再聊也不迟。叶晨点了点头，手机这时忽然接到了费可欣打来的电话，于是他便对刘家辉说道：不好意思刘先生，我接个电话。刘家辉忙道：您请。叶晨按下接听键，将手机放到耳边，开口道：喂，费小姐。电话里费可欣恭敬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我打电话是跟您汇报一下，陈肇中乘坐的飞机大概会在2个半小时之后，也就是港岛当地时间下午2点降落港岛机场，您那边还请做好应对的准备。叶晨看了一眼刘家辉，他与刘家辉是相对而坐，距离比较远，想来刘家辉也不可能听到电话里的内容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：费小姐有心了，这边我都安排好了，费小姐大可放心。说着，他听出费可欣电话里隐约有飞机引擎的呼啸声，于是便问道：费小姐现在是在飞机上？对，费可欣忙道：我正想跟您汇报，为了确保陈先生遣返的事情万无一失，我带着袁师也赶过来了，我们的飞机预计2点半抵达港岛。考虑到陈先生肯定要在海关走一遍交接程序，所以我们虽然晚了半个小时落地，但应该会比陈先生先一步出海关。叶晨不禁感叹道：费小姐，这件事你本来就帮我很多了，没必要再亲自这么远辛苦折腾过来。费可欣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先生您言重了，您对可欣恩重如山，可欣只是做了这点事，那谈得上辛苦。其实费可欣也知道，既然叶晨本人就在港岛，一定能保陈肇中安然无恙。
而他虽然说是来港岛确保陈肇中万无一失，但其实更多的是想过来见见叶晨。毕竟是自己的恩人，又是自己昼思夜想的如意郎君，他也希望能抓住一切与叶晨见面的机会。而这次来港岛，在他看来就是当下想见叶晨最合适的时机。叶晨原本也没想过费可欣会来，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费可欣的到来给这件事又增加了几分戏剧性。于是他看了看刘家辉，故意笑着说道，既然费小姐这么远过来了，那我下午一定要亲自到机场迎接，咱们下午机场见吧。费可欣原本还担心自己这种不请自来的行为会给叶晨带来麻烦，让叶晨心生不满，可一听叶晨笑着说出这番话，心里那块大石头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开心不已的他想跟叶晨说不用麻烦，但仔细一想，叶晨下午肯定也是要去机场接陈肇中的，接自己也只是顺道。于是他便欢欣无比地说道，那就辛苦叶先生了，咱们机场见。好，机场见。叶晨故意把机场见这3个字说得非常清楚，随后他挂了电话，对面的刘家辉便果然开口问道，叶先生，您这是有朋友要来港岛？对，叶晨笑道，美国费家的费可欣费小姐，不知道刘先生听说过没有？刘家辉听得目瞪口呆，脱口道，费小姐，就是那个刚刚接手费家，成为费家家主兼董事长的费小姐。没错，就是她。叶晨微微笑道，费小姐来港岛帮我办点事，下午到。刘家辉的心里对叶晨的尊崇又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。他是真没想到，叶晨不仅是万隆店之主，与伊苏航运有很深的关系，甚至跟费家都有这么密切的往来。他更没想到叶晨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，能让费可欣亲自从美国飞过来帮他办事。要知道费家可是全美第2大的华人家族，其真正的实力比港岛李家要强出好几倍，属于绝对的顶级豪门。一想到这，他心中更坚定了要好好巴结叶晨，争取把叶晨变为女婿的想法。他心中激动地想，我不过也就1000亿港币身价，换成美元也就100多亿，在叶晨的实力和人脉面前，连个毛都算不上。这要是能搭上叶晨这条线，自己的人脉都将扩展成世界顶级的。意念至此，刘家辉连忙满脸恳求地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下午您要去机场接费小姐的话，可不可以让在下也一起陪同？说实话，在下一直很想认识美国费家和安家的人，只是这2个家族实力比在下强出太多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叶晨之所以要在电话里说好去机场接费可欣，就是为了更好的忽悠刘家辉去机场，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口，刘家辉竟然抢着主动上钩。于是他便十分爽快地笑着说道，行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既然刘先生这么想认识费小姐，那下午就跟我一起去吧。